前作我在多个当年的游戏以及基准测试中，对比了 GTX 660、HD 7850这两张过去的甜品级显卡，在两者都是顶尖非攻的前提下，表现却是 GTX 660更为出色。这得归功于那个 NVIDIA 跨平台制霸的时代，大部分游戏的优化会更偏袒 NVIDIA， 但如果是在现在场景，又会是谁更胜一筹？ AMD 战未来只存在于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这回的测试平台虽然大体还是那个年代的，但换用了更现代化的搭配。CPU 是 i5-3570K， 4核4线程，你可以当它就是 i5-2500K 的换工艺版，但更好的 IMC 又能让它充分发挥手上的海力士原厂 DDR3 4G 补条的超频潜力，毕竟能在4个插满的情况下超到 213-C11， 更主要的是它有 IVX 指令集，这直接影响了新应用的适配。主板是华硕 P8Z77V-LX2， 那还是个非 ROG 华硕主板有精品的时代。虽说这型号在当年华硕 Z7 主板中也只能算是看门级，毕竟还有高贵的 Deluxe， 但超频一例外的还行。主存储是普克特 M6S Plus 256G， 那个时期 SSD 还极其昂贵，主流只是 120G 容量，而这种 256G 规格还是东芝原片 MSC 的，其实是高级货。操作系统是用 Windows 10 Pro 64bit， 没有用 Windows 11，其实是因为太新了。显卡驱动使用 AMD 肾上腺素 22.6.1、NVIDIA GeForce 475.1 WHQL 这样他们的最终官方驱动。3D Mark FileStrike and TimeSpy。 3D Mark 跑分，不论是在 FileStrike 这种比较后期的 DX11 测试项目，还是 TimeSpy 这样的 DX12 测试项目，都是 HD 7850更占优势。比较意想不到的是 FileStrike 优势还大一些。GTA 5经典版 1080p 手动高画质 DX11， 而在 GTA 5经典版，也就是当年版本的 GTA 5 HD 7850的表现竟然和我记忆中这个游戏刚上线 PC 的时候不太一样，从曾经的小幅度逊于 GTX 660到现在的小幅度领先。须知道这其实是2015年上线 PC 端的游戏，可见后期 AMD 驱动优化的发力。原神 1080p 高画质 DX11， 至于原神，光看小飞机的帧率显示看不出问题，但是你们注意真生成时间的图表，这可算是把那个时代 N 卡偷优的毛病暴露无遗了。而且实际游玩中也确实感觉 GTX 660不够跟手。须知道 i5-3570K 超频 4.3G 赫兹，搭配 16G DDR3 213N 内存的平台，性能其实在锐龙登场前都不能算是很差。CS2 1080p 低画质 DX11。起源2引擎下的 CS 更吃显卡了，这导致 GTX 660没办法再像过去 CSGO 中那样依托自己 DX9 的传统异能取巧起点性能是它数倍的 A 卡了，而是被反过来单方面碾压。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中画质 DX11、DX12。到了古墓丽影暗影这种真正算是有一定要求的单机大作， GTX 660的短板就暴露无遗了。DX11 模式和 DX12 模式下都被 HD 7850起脸，比较意外的是，在 DX11 模式下 GTX 660的劣势更加巨大，这其实也能说明初代 GCN 对 DX12 的支持还差点意思。赛博朋克2077 720p 低画质 FSR 开启和关闭。赛博朋克2077可真是一个硬件杀手，这两张卡要想跑出还算可观的帧率，就只能在 720p 低画质下了。不过在这种前提下 ，HD 7850还是可以在无 FSR 状态下干碎 GTX 660。
GTX 60即便是想取巧，通过白嫖允许友商使用的 AMD FSR 也没意义。它固然可以强开这个模式，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 DX12 显卡，或许能取得比 HD 7850更高的帧率，但这个画面怕不是只有聪明人才看得到。荒野大镖客救赎2 720P 中画质 Vulkan。720P 中画质下 HD 7850平均还能跑个30几帧，真是梦回 PS4，不论是帧率还是观感。而 GTX 660却连这样摸屁股的能力都不具备，它再摸也只能摸到几乎是 HD 7850最低帧率的平均帧率，非常的低能。表现相差的比理论性能还悬殊，看起来还真是架构因素发力了。看过前作的小伙伴会发觉，这不对呀，为什么在过去那些游戏还能轻易吊打？最差也是打平 HD 7850 GTX 660，怎么就那么不堪了？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驱动优化带来的 AMD 战未来是最众所周知，也是影响最大的。但 AMD 后期化再神，也不可能凭空点石成金。恰 GCN 架构就是这样一种在早期很难吃透，但后世看来影响深远的产物。尤其在那个业界的水平 low 到瞧不起 CUDA， 认为 Fermi 是无意电阻丝的年代。能预判到将来是 GPU 的时代，并为此发力，还顺势用更小的代价做到了长期高效的游戏性能的，可以说是高瞻远瞩。